什么意思啊？哼！好久不见。陛下命你留在信阳，若无旨意，不可回京。我抗旨，就是偷偷回来的。你现在可以去告我，一告一个准。回京都是想做什么？给你的。别怕，只是我的一份贺礼。与婉儿成亲之后，你就该接手内库了。这是内库的账本，还算有诚意吧？不惜抗旨回京，就为了送这个？成亲那天，我要见见婉儿。她是我的女儿，成亲是她一生中最重要的日子。我没有过那样的生活，但是我希望她有。我也想给她留下最美好的回忆。所以婚礼期间，你我休战。那婚礼之后呢？那还用问？你死我活。就没有想过我不答应？刚刚说了，可以去告我。我只做我想做的事情。你怎么选，我都接着。在京都住几天？看我高兴。住哪儿？反正不是范府。藏得好点儿。该叫我一声娘了吧？慢点看，别对着强光，不着急。没事，看完了。怎么样？内库的经历是一个无法复制的传奇，毕竟是曾经的天下第一商铺。有史以来，天下第一商铺都不为过，多少奇思妙想，分铺开遍天下。还有皇室撑腰，如今看来，这账面上亏损了2000多万两。李云瑞这个生意做的，就该掉脑袋。皇室的脑袋没那么好掉。你听到这个欠款就不惊讶吗？早该想到的，就算没欠，交到我手里也该欠了。这件事情对于你来说，不光是账本，也是一个坑。就算是坑，也等到成完亲再跳吧。你说的对，婚事天下最大，你娘也盼着这一天呢。这些账册是不是先藏着些？怎么藏呢？人家撒着花送来的，不如大方点。大方点。现在通知8处的人过来抄录，正好，你也用一下你娘留下来的宝贝。抄完之后呢，都给谁看？该看到的都可以用。内库底蕴犹在，范闲又是个人才，我猜不出4、5年，亏空即可追平。
这账本大张旗鼓的送来，该知道的都知道。天下商贾逐利而行，既然知道欠债，谁还敢跟范闲做买卖？这亏空只会越滚越大。半年之内若无转机，他就得把内裤吐出来。哎，半年时间，2000万两，即便是神仙也做不到吧？除非有人愿意帮他。范闲入京以来，有没有明确的表示过要投效东宫麾下？还没有。2000多万两的大客，换个礼尚往来，不过分吧？你是在救他。想救你的人不多，落井下石的人不少。毕竟数目比较大。是2只眼睛都看不清了吗？哦，就这只。啊，应该是老花。毕竟2000多万，你就一点都不上心啊？先不管他，成亲了再说。别着急，欠款的事情，陛下知道，我也知道。我不着急。其实我这次来啊，也不全是为了这事儿。连环杀人的事儿，王启年和我说了，凶手看清了吗？我猜想着你当天就会来找我。这事儿要能摊开说，您就不会转个弯儿让王启年跑一趟了。你小子可以做官，是吴主书干的吗？不知道。从江南一直杀到京都，见过他的人都赔了心。那这些天呢？这些天京都平安，凶手好像是销声匿迹了。那就不是他。吴珠忘记了很多事情，如果再来一次呢？如果他连你也忘记了呢？甚至对你出手，该怎么办？您这老花，我给您想想办法，一定给你解决。如果真是他的话，怎么办？我成亲，您来不来？那是你的家宴，就是家宴才会请您啊。我早就没有家了。这不还有我呢吗？成婚之后再看吧。这是随礼，人不去礼不随，不合适。里边装了什么呀？神神秘秘的。祝你永结同心，100年好合。
母亲大人，吕洞，今天就让我替你梳妆。你何时回的京？偷偷回的，陛下没旨意？没有旨意。那这是抗旨啊！上旨什么时候看过娘？抗旨可是重罪。我不在乎。你出嫁，我要是不回来，那才是重罪。母亲大人，我这辈子有一点是认准的。什么？这天上地下，我李云瑞最美。虽然有人眼下看不到我，但也不是我的错。您说的是谁？那不重要，我那样说，就是想告诉你，我一定要来京都，因为我要亲自替你梳妆。在这人间，如果我允许有另一个人比我更美，那个人必须是你。必须是今天。从小到大，你都是孤身一人，过得不快乐，如今也无法弥补。只有今天，让我尽一次母亲的责任，让我亲自将你送入到人生的下一程。娘，别哭，现在胭脂刚好。娘，以后能不能不要再跟范闲争斗了？看看你，多美！做娘的输给你了。该做的我已经做完了。您要去哪儿？偷偷的来，自然要偷偷的走。婉儿，我没有过过你这样的日子，我羡慕你。站住！从今往后，把我这个娘从你心里给挖出去。您能来，
儿啊？还能去哪儿啊？你放过他们吧。我就害怕你不放心，所以让你和我一同去。我又不会武功，真有什么意外，随时向我动手。这马怎么还停这儿啊？往那边走，马车停那边。哎，两位，哎，受累啊，把马往前走走。来，哎，马车都停那边去啊，停那边去了。哎，这边几位，来，咱把马牵那边去，好不好？哎，辛苦啊，辛苦。哎。参见太子殿下。你是那个王启年啊？带礼物的，跟我进去。我知道你要说什么。家宴，你们就不用跟着了。都谁到了？那。北齐急信，边军800里加急。北齐犯边？不是，无关战事，是北齐那边写给范大人的书信。一封私信，边军800里加急是何事吗？写信的是北齐皇帝。哦，哪有新郎官亲自倒酒？家宴无所谓规矩。怎么，我成亲，你比我还紧张？哎，范兄，来，若若姑娘在府里吗？怎么着？还没喝酒呢，就想跟我耍酒疯？宫里消息，你大婚之后就是我和若若的婚事。若若不想嫁。范闲，这是圣旨，我和若若愿不愿意不重要。可是她不想嫁，那怎么办？难道要抗旨吗？其实我对若若一直观感很好，既然如此，那不如接触接触。我的为人你也该放心。那圆梦怎么说？哎，圆梦那都是过去的荒唐事。抱月楼的事情，我真没有参与。我相信你，我也原谅你了。但若若不会嫁给你。哎，赐婚的事情，谁还能拦住陛下的旨意啊？恭喜恭喜啊！太子殿下，见过太子。大哥，那什么，这东西都放到里边那院子去。哎，看见新奇的物件不要乱碰，听见没有？我来啊，也没什么别的事儿，就是跟兄弟们来蹭个酒。那个修好了吗？啊，修好了。北齐小皇帝给你写了封信，你快看看。哎，催我更新的。什么意思啊？红楼，北齐小皇帝喜欢看。就这？还有点别的消息，殿下自己看吧。
天下4大宗师苦荷要收若若当关门弟子。海棠朵朵不就是关门弟子？这上面说了，门没关严，再关一次，这也算理由。 4大宗师武艺超群，想法难免异于常人。送到宫中，交由陛下典妥。这就安排。行了，入座吧。哎，范兄，范兄，你这是怎么做到的？你觉得这婚事还能成吗？ 瞧在4大宗师的面上，陛下这此婚恐怕会不了了之。4大宗师凌驾于王朝之上，你觉得这是好事吗？一向如此啊。我随口一说，你别在意。赶快入席吧，冷菜快上。这厅上怎么没人了？对呀，怎么没人呀？你不用一直牵着。谢边不在，万一有刺客全指望你了，牵着我心里安心点。我护着你没问题，但你可答应过我，不破坏婉儿大婚。你要是实在不信，不如这会儿杀我。你看，我一个人又不会武功，动手不难，一了百了。你要是在婚宴上胡说八道，我肯定动手。那就说好了，说好什么？要不然保护我，要不然杀我。我这条命啊，就先放你这儿了。哎，你娶了婉儿，咱也算是亲戚了，咱们是一家人。大哥，我不骗你，为了咱兄弟这事儿，我是整宿的睡不着觉啊。这内库亏空这么多，咱们怎么办呀？太子为人突出一个慈悲。还有一点啊，我看这北齐对你也是颇为看重，但是咱们这内库亏空再多，那是咱大庆国的事儿，可不能拿别国的钱银来填这窟窿，这是大忌。太子不必多虑，北齐小皇帝就是再喜欢红楼，也不能倒贴2000多万两，哪个世界也没有这么催更的。也对啊，这话说回来，内库亏空到底该怎么办呀？今日范县大婚，不提这些。不提了啊！再提最后一句啊，幸亏那人被禁足了，要是他来了呀，还不够添乱的。当然，二殿下登门贺喜。得亏是自己个儿来了，要不然这儿啊还真容不下。人家不像你，知道怕死。死我也怕吧，但不是最怕的。那你最怕什么呀？我怕的是波澜不惊，无趣儿啊。莫名其妙。小范大人说了啊，请殿下入府，大喜的日子来的都是客。那太好了，我还担心他不让我进去呢。殿下请。哟，都在呢。见过太子殿下。哎，二哥不必多礼。啊，没行礼啊。这个，
范闲大婚，二哥亲自赶来，可见是重情重义之人啊。只是抗旨这事儿，若是陛下怪罪下来，哎，兄弟几个，咱们一起帮二哥担着啊。你是说禁足的事儿啊？啊，请过旨了。请婉儿大婚，向陛下请了旨，过来凑凑热闹。那是好事儿啊，我还白替二哥担心了。罪过罪过，自罚一杯。哎，我随一个。真是难得呀，世上有这样的兄弟。随礼，多谢。打开看看。我本来准备了这珠宝首饰，可想想这些玩意儿你家不缺，不如直接点，50万两。多了。杯水车薪，这内裤亏空2000多万，我都替你发愁。不愧是亲兄弟呀！什么？太子刚刚也替我发愁。嘿嘿，太子仁德我是远远赶不上。咱们还是想想俗人那一套吧。你接手内裤也算是百废待兴，买卖还是要做起来的。有这亏空在，买卖可不好做呀。无事，我认识许多商铺世家，看在我的面子上，他们得帮忙。哦，对，二哥心是好的，但是，嗨，这商人啊，他是无利不起早。你今天拿了他的，明天怎么办呢？个个都来插手内裤财权，这还了得呀？不过我就说啊，二哥呀，不像那些商人一样啊，商贾逐利的，他心肯定是好的。太子真是好眼光，可咱们总不能让这内裤毁在咱们小范大人身上吧？对呀，自家兄弟怎能坐视不管呢？亲兄弟还能自相残杀呢？怎么着，太子，这钱准备你出了？这2000万两要是我能拿出来，那这事儿可大了。那不等于白说吗？明天后天，如果范兄有时间的话，可以来我府上坐一坐，办法总是有的嘛。太好了，从此以后啊，这监察院跟内库都归于太子麾下。哎，二哥这玩笑可不能乱开啊！我可不敢像二哥一样私下结党。我这边你也考虑考虑，不用投效，正常买卖各取所需。对，各取所需，后患无穷嘛。总好过卖身求荣啊。哼，又说话了。唉，留一张够了，50万两都够督察院参我7、8回了。大好的日子不想触眉头。哎，太子听说过蜜月吗？是一种甜食吗？不是，意思就是说婚后我得跟婉儿休息一段时间，不谈公事。太子的心意我领了，这东宫呢，我也就不去了。嗨，哎，这没有人帮，这2000多万的亏空如何收场？良辰美景，不想谈这些。诸位，我今天也是第一次拜天地，时辰就要到了，不如一起观礼，凑个热闹。良辰已至喽！
不应该喜婆牵着吗？这差事是我抢的，重要时刻我要见证。两心一线，永不分离。婉儿，我有话要对你说。哎，少爷，有什么话啊？咱们拜完堂之后再说啊。不行，我一定要现在说。婉儿，爹有一句话，一定让我在你大婚的时候告诉你。什么话？他让你一定要照顾好大宝。好，我答应你。嗯，我说完了啊，说完了，好，我说完了，好嘞，大宝，说完了，说完了，说完了。哎，好嘞。契约已成。真不少啊！嘿，咱庙会似的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范林联姻，家史天成，手书一副，以为祝殿，钦此。要不要我送你回府？不用，多谢啊。谢什么？林拱的事儿没说出口。我答应过你，不会破坏婚礼，说出去的话，总要算的。总之，谢谢你。婉儿能有今日，真的很不容易。婉儿也是我妹妹。那我走了。啊，一路小心。是有什么忘了吗？你一个人，我还是送你回去吧。那也好，
身家性命就交给你了。婉儿，哎，你出来，啊，别躲床底下了，都听见了。思哲，哎，嫂子，哎，早生贵子，早生贵子。这些个封建陋习，回头我揍他一顿。哦，这一天呐，我就想着一件事儿，什么事儿？我想见见你，我今天还没见过你呢。谁呀？大宝啊，大宝啊，你回去吧。小贤贤，我跟那个小东西不一样，我看完你跟婉儿亲亲以后，我就回去了。大宝听话，赶紧回屋。当心你的红果被别人偷走了。对呀，那是爹给我的红果呀！小东西，小东西，小东西！这一晚上这么忙的吗？什么？没什么，婉儿，对不起啊，我得出去一趟，很快回来。回来我跟你解释。哦。说，这么长时间了，你去哪儿了？和苦荷打了一架。我知道，为了我。除了打架，我还问了一些当年的事。我忘了很多事，我想记起来。苦荷怎么说？小姐的事，她不愿提。我娘来自神庙。神庙？啊，苦荷他们当年一路北上，亲眼见到我娘自神庙而出。说，你说会不会你也是出自神庙？神庙？我想不起来。没关系，我陪你北上，咱们一起找。等找到神庙，没准你就能想起来。去不了。为什么？你成亲了。那也不冲突啊，成亲了可以和婉儿一起去。说，刚才拜长辈的时候，我就在想，要是你在，我跟婉儿得一起拜。你为何不问问我？和苦荷一战之后，我去了哪里？你去了哪儿？我去了南边。街都静了。静了。他们不回院里，只为了吃饭。对了，一个3处主办，一个6处主办，都是监察院的顶梁柱。半夜在大街上打架，这样传出去，丢不丢人？不至于啊，谁说不至于啊？丢人也丢不着我的人呢。我天天蒙着个脸，京都上下监察院内外，哪个知道我的名字？你隐藏身份就是为了打架活得出去是吗？是他先动的手。不是，这个今天什么日子？我徒弟大婚。我知道，你这贼眉鼠眼的，一看就没好事儿。我得拦着他来。哎，你是怎么看出我贼眉鼠眼的？
不，就你这姿势就贼眉鼠眼。把你吃个馒头，你就把面具摘了，你好好吃。我又不是没见过你的脸，这大街上也没人，你还怕谁看着啊？吃你的面。你去范监府了？啊，被他拦了。做什么？今日范闲大婚，武竹武先生必定登门。我平生之愿，就是亲自向他请教武学精艺，教授切磋。你那是找死呢！武者寻道，虽死无憾。北界，你是什么时候回的京都？我这一路狂赶，我这不是刚回来，连饭都没吃呢。一路南下，我就惦记这口呢，还得说京都。按规矩，你应该先回院里边见我。是呀，这不是说了吗？我徒弟今天大婚，我怎么着也得，是吧？啊，当然我不会打扰他，我不打扰他，我也不允许别人打扰他。所以你就一直守在范闲府。对啊，没摆手啊，把他给拦下了。北界啊，你一路追杀凶手，自南而来。跟我说句实话，凶手是不是武竹？我确实没看着这个凶手的脸，当然我也不相信大人会是滥杀之人啊。那就是，你说这案子做的啊，他要不是武大人，谁还能有这般身手呢？刚好这案子发生的时候，武大人在江南。武竹为何在江南？这我还真不知道。当年我和小姐一起去过江南，我想把我们曾经走过的路再走一遍，试着找回遗失的过去。有结果吗？没有。江南死了很多人。我听说了。我没动手。那就不是你啊。那是有人要陷害你。顺着这个思路往下想，第一，考虑谁陷害你能得到好处；第二，要知道你南下的行程；第三，可只能是我。为什么？我暗中查过死者，出手之人，宗师手段。那就是4大宗师之中有人要陷害你，是不是四不见？杀人者没用真气。宗师手段，没有真气。放眼天下，舍我其谁？可是你说了，你没动手。是，我记得自己没动手，那就足够了。记忆丢失，有第一次，就可能会有第二次。我不能相信自己。范闲，我在。按道理讲，我不该再见你。哪有这种道理？我遗落过去，前世难寻。如今在这世上，我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保护你。若我失控会伤害你，我就会立刻远离，从此再也不出现在你身边。说你不能丢下我。你看清楚。看清楚什么？我看不见。这上面有血吗？没有。如果我记忆扭曲，遗忘过去，现实总该留下痕迹。我看得很仔细，这上面干干净净，没有一丝血迹。这一路上，我一直没让它沾水。那就说明不是你。记忆不再可信，现实不再可信。
我连自己都不能相信。如今我出现在这里，因为我相信你。说，你永远可以相信我。好。我该走了。去哪儿？你别又跟我玩失踪了。我暂时不离开京都。那咱们说好了。你成亲了，从今以后有自己的家人。你还需要我吗？我永远需要你啊！没有永远。是，没有永远。但我这一生，你不能缺席。大婚之后，你带上小姐留给你的箱子，去苍山住一段。苍山？那人是谁呀？武周叔，我的长辈。怎么也不进来坐坐？他性格就这么怪。你怎么自己摘了？刚才吓一跳，担心你出事儿。对不起啊，大婚的日子弄得乱糟糟的。咱们再来一次。这样也很好。今晚给你的必须最完美。相信我。我从小在宫里生活，父亲与母亲不便探望。每到晚上，我会一个人住在一个很大的房间里。从那个时候起，我就特别喜欢看星空，因为除了星空，也没有什么可看的了。刚才对拜的时候，总觉得差点不完美。为什么？堂上只有我爹和柳姨娘，少了你独有的见证。我爹娘没法来，没事的。可星空一直在啊。我记忆中那个世界。回头，我把我那些记忆都说给你听，好不好？来，该你给我戴。对，就无名指。这契约就定了。星空见证，往后余生再不多心。我喜欢这约定。我竹叔是跟你从小一起长大的，从儋州到京都，那应该有很多故事吧？我竹叔的故事，我慢慢为你讲。今天不是说故事的时候。那应该做什么？好问题。
起来啦！来，夫人，来，这边来，这边来。这是干什么呀？坐，大人坐。来，夫人，快坐。怎么了？坐啊！来吧，大家伙儿，来。一叔这是出什么大事了？怎么全来了？大人，今天您新婚，我们应该来拜会的啊。夫人，属下王启年拜会夫人。邓子越携一处同僚见过夫人。行了，都是同僚，拜什么拜？哎，这怎么一个个困成这样啊？昨天晚上干嘛去了？大人有所不知，昨天晚上啊，咱这门口太乱了，我呢就把一处的兄弟们都招呼过来，维持一下秩序。大家呢守了一夜。胡闹！监察院又不是私产。老王，罚你半个月俸禄，给兄弟们打赏。不能啊，大人，谢大人，谢王大，谢什么谢？大人，那个兄弟们来维持秩序，他们都是心甘情愿的，不想要什么彩头，想要王大人的彩头。赏钱是应该给的啊，不过不应该由王先生出，应该由我们出。这，谢夫人，大家辛苦了，都是应该的。不要了，还不行吗？我家相公常跟我说，若只他一己之力，便算是有3头6臂，在京都也不能立足。他有今日，全仰仗诸位。在这里，我替我家相公多谢大家。给夫人回礼了。王先生，使不得，夫人，您叫名字就行，您叫王启年啊。您要高兴的话，您可以叫小年年啊。王先生，我家相公总是提起你，他说王启年知进退，识变通，在京都有您相助，让他收获颇多。大人这是谦虚了啊。真正让他感慨的却不是这个。他说他脾气怪，性子拗，在京都没有几个朋友，但王启年便是其中一个。你2人不是家主门客，也不是上司属下，而是挚友，亦是知音。王先生，多谢你一直与我相公同行。夫人，我看您磕一个得了，我怎么样？我媳妇儿会说话吧？比我家夫人还高出一筹。哎，大人真是好福气啊！大人好福气。一叔还那么多差事呢，回去忙吧。但是大人，别拘着了，那个内库的事儿我们都听说了，赶紧吩咐我们吧。我吩咐什么呀？抄家呀！京都那些个贪官，对不对？手脚都不干净。您说抄谁我们就抄谁，我们得准备一下，真的。胡闹！一处办自己该办的事儿，我自个儿的事儿，我自己顶着。哦，不许自作主张。但我真的，管他妈！什么玩意儿？走，回去办账。告退。不闹！这，大人我可就不自作主张了。这，不许胡来啊！哎呀，不胡来。哎，老王，你看看这个，陈院长给的随礼。庆余堂，这是当年叶青梅开创的商号啊！哎，当年那是揽尽天下之财啊！我也听说过，他的产业
成了皇室内库的根基。产业是归了皇家了，可当年那些跟叶青梅一起开创这商号的一些掌柜的，都在京都呢。这庆余堂现在就是他们在办。这庆余堂是个商铺？他们自己啊，不开商铺啊，他们收那些商铺东家的钱，给这些商铺啊做掌柜的。职业经理人可以啊。什么？啊，没什么。但是叶青梅死了之后，这些掌柜的和内库还有什么瓜葛呀？陈院长给留的谜题，总得过去看一眼。哟，您还亲自来应门了。这位便是庆余堂的大掌柜啊，这位便是监察院提司范闲范大人。请。二位这边请。小范大人，小范大人，这些啊，便是庆余堂的掌柜们啊，他们见了大人高兴。他们这是高兴什么呢？啊，这边请。这是要办白事儿啊。是什么意思？大人，这感觉可是不对啊！叶青梅。小雪，少东家回来了。小姐，少东家回来了。好了，我会陪少东家好好聊的。你们在这儿啊，惊着少东家了啊！告辞。哎，大掌柜，您也请坐吧。啊，对，来。从小姐这儿论起，您是少东家，您在哪有我做的道理呀？啊，叶青梅是我娘。叶青梅是你娘？这位可信吗？不，大掌柜的，咱们可是相识这么多年，咱一直……我只信少东家的。信得过。少东家，其实你刚来京都，我们就知道了，我们还偷偷去街上瞧过您呢。您早就知道我是他的儿子？
小姐亲口说的。他怎么亲口说呀？托梦啊？小姐生前曾经告诉我，您的名字也是她起的。我的名字，范闲。是的。这不对啊！我还没出生呢，他怎么知道我姓范啊？大人，您出不出生，您爹他都姓范，那您当然就姓范了。小姐出事之前曾经说起过，她可能不久人世。如果她能活下来，那你姓什么不好说。如果她过世了，那你一定就叫范闲。如果他过世了，我就一定叫范闲。这还是弄不明白呀。他是怎么死的？小姐说完这些话以后，没过多久，商号就给了皇室。后来我就再没见过小姐。具体是怎么过世的，我也不太清楚。我来京都这么久，您没想着来见我？少东家可能不知道，我们这些人啊，被盯着呢。陛下亲自下过旨，叶家的旧人，一个都不许离开京都。皇室忌惮，忌惮你们，忌惮小姐。尽管小姐已经离开人世这么多年了，可他们还是胆战心惊。就连我们这些曾经帮着做买卖的人，也被暗中盯着。我们不敢来找您，怕给您惹麻烦。可是，您到京都以后的种种事迹呢，我们都知道。您当年一直待在他身边做事？小姐信任，让我总管京都商号。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啊？人世间再没有如此光彩夺目之人。他是那么的完美，除了经商以外，天文地理他无所不精。他知道大海为何有潮汐，知道月亮因何有圆缺。小姐还会写诗。哦，少东家的那首“万里悲秋常作客”，那写的是真好。小姐的诗跟平常有些不太一样。不瞒您说，她专门为我做过一首，说来听听。眼睛瞪得像铜铃，射出闪电般的精明，耳朵竖得像天线，听到一切可疑的声音。少东家是不是有什么不解啊？天线二字，小姐为我解释过。九霄之雷下到凡世间，银白树挂，恰似玄天之线，一指耳目聪慧，洞察一切。他是这么解释的。当时商号出力，我跟小姐行走天下，曾捉了几个毛贼，小姐因此赠诗给我。这是我这一生收到的最好的礼物啊！这诗却有独到之处啊！我算是知道他大概是个什么样的人了。大掌柜，这诗不光有词，还有曲子，回头我教您。好。内库的那些亏空，我们早有准备。你们有这么多钱？我们没有钱，京都的商铺有。哪家商铺有？
哪家商铺都没有这么多的银子。若是把京都所有的商铺加在一起，就能填上这个窟窿了。所有商铺？我们这些人在京都各家商铺做掌柜，兢兢业业，从不贪钱，这么些年，总算有些口碑。如今京都但凡有名的商铺，用的都是庆余堂的掌柜。这么说吧，如果那些商铺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，我们比他们自己还要清楚。你们抓着他们的把柄呢？邵总监，给我们10天时间，一起发力，垒沙成塔，积少成多。我务必让他们凑足这2000万两，作为大婚的贺礼。大人，这可行啊！邵总监放心，咱们崔账交给我们，不会影响你的官声。威逼商铺收取钱财，你们怎么收场？不放声，大不了不做掌柜了。行商者最重利，弄不好啊，他们会雇凶杀人，到时候你们会有危险的。没关系，我们都已经活到这把岁数了，已经心满不行意足了。如果是我娘，她会这么做吗？刚才听掌柜提起我娘，光芒万丈，话里全是自豪。我想，如果是她，不会这么选。邵东家，情势危急。我娘有没有遇到过情势危急的时候？她当年妥协过吗？内库亏空，我自己办。邵东家，2000多万两，非一人之能力所为啊！不管多难，我也要试试。做儿子的总不能给老娘丢脸。哎，不过确实有事情要麻烦大掌柜，把京都所有商铺东家的名字整理出来，列个名单给我。是。诸位，你们的心意，范闲心领。大掌柜，留步。大人，刚才大掌柜说的那个计策，我是觉得可行的。万一商户们动了杀机，我们可让医处的同僚来保护他们。先把人推下深渊，再拉他上来，性质就变了。邵东家真是个善良的孩子。原来我以为小姐走了，那道光灭了。原来光还可以传承。站着干嘛呀？当自己家一样坐。姑姑，这就是我家。那你还客气什么？随便坐。您这是干什么呢？闲着也是闲着，顺便调个胭脂的新色。这些花您一路带来，不是送范闲的吗？人家不要，送你算了。您给我写个欠条，就算您借我的。那算利息吗？还给利息呢？那少算点儿。哎，我怎么还能跟您要利息呢？我行了，老黄，心意我领了，不过真不差这一点。不，大人，我是真想为您解忧啊。少爷，门外来人，说是受叶掌柜嘱托，送来这个就走了。这叶掌柜办事可真够快的。
当然。园长，你们是刚从青鱼堂回来，您这么快就知道了？他的身世你也知道了。院长啊，我去年最近身体有恙啊，这耳朵啊，说听不见就听不见了，这眼睛说看不见，还就看不见了，说失聪就失聪，说失明就失明。你看，来了，院长，你看不见了。好了，王启年，庆余堂和他的身世，你要多说出半句话来。明白，启年告辞了。明白了。老王，我信得过，你吓唬他干什么？是你在吓唬我。我又怎么了？你不动用庆余堂，内库的亏空怎么办？庆余堂这件事儿是您的安排。内库亏空，陛下能不知道吗？陛下的安排。所以这笔钱宫里不能出，更不能动用户部。陛下留了一手，想利用庆余堂，让你顺利接手内库，这么大的礼，你给回了。可这事儿如果这么办的话，庆余堂那些掌柜就全完了。这事儿要是我娘，不会这么办，所以我也不这么办。志气可嘉，可银子从哪儿来？银子我自有办法。在这之前，我想先去度个蜜月。蜜月。陛下，范闲道。陛下，听说你要度那个什么月？蜜月。臣是来请假的。啊，去哪儿啊？苍山。多久？还没想好。越久越好。请问陛下，这是为何？有件事儿，朕恐怕要变卦。陛下，我这婚礼与此事无关啊。朕这几天想来想去，觉得内库的事儿，你还是别接了。陛下是觉得臣补不上这2000万的亏空？2000多万两，这可不是小数字啊！庆余堂你接吗？那怎么可能补得上呢？北齐一战，户部的银子都掏空了，现在天下到处是灾，内库的银子可不是为了补户部的亏空，它还有赈灾安民的作用。所以朕还是觉得这个坑别跳了。范闲呀，放手吧。这不是儿戏，这牵扯到方方面面的国事，而且也是陛下的旨意。对，是朕的旨意。那就更不能放了。让臣接手内库也是陛下的旨意，陛下的旨意就是真理，岂能说改就改？否则如何取信于臣，又如何取信于民啊？所以，内库的亏空我来补，天下的灾情我来赈，陛下的旨意一个字也不能改。你敢抗旨？臣已接过旨。万一天下的灾民，臣提头来见。
这倒严重了。但是，你会降为1介不一。不，下你的大狱。那臣谢陛下洪恩。那臣就领旨告退了。来，你要不再想想？这哪儿来的底气呀？也许来自于苍山。苍山？也许叶青梅给他留下了很多的金银。这娘俩倒是有点邪的，随他去吧。金统领，又见面了啊！副统领，大人，是熟人啊。还真是熟人。院长军令，黑旗护送提司前往苍山。听统领。副本都一样。人收来了。出发！内库亏空还没有头绪呢，你还有心情游山玩水？越是这样，越是要出来游山玩水啊。苍山有银子？苍山没有银子，但是我可以想办法让银子来苍山。怎么个来法？怎么让黑旗给破坏了？哥是监察院提司，应该的。是保护咱的是吧？哎呦，姐，这自打范闲一出现，你看你现在你怎么变得这么奇怪呀？你原来是京都第一才女，你是那个写诗看书的，这干嘛呢？小刀拉蛤蟆，这叫青蛙。那不一样吗？小刀拉青蛙，你懂什么？这叫解剖。姐，咱非得在车上剖吗？车上练，手才稳。那你这练好了有什么用啊？哥教的，说学医都要练这个。你学的兽医？不会说也属。哇，姐，你说这哥也真是的，他跟嫂子出来，这叫什么度蜜月呀？那带咱俩干啥呀？想知道啊？想知道，自己去问呀。你不会说也别说。金统领，停一下！缓死者，缓死者，过来一趟。你说，哎，行了，走吧。去。
嫂子，怎么愁眉苦脸的？我这次从北齐回来，那是悄悄回来的。他这么一嚷嚷，这不全天下都知道了，我都暴露了。你从北齐回来瞒谁能瞒得过监察院？这都自己人，别瞎操心了。他现在都一手遮天了。别闹，跟你聊正事呢。您说吧。知道这会儿为什么让你上车来吗？不知道。因为你嫂子担心我呀。我先下去啊。哎，不以远行。人家是诗仙，是重臣，这身份下清简，谁敢不去啊？啊！说句实在话，在座的加起来，能凑出这2000多万两银子吗？我可没有钱啊！我也不行。穷归穷啊，这小范大人刚大婚，这份贺礼总是要补上的吧？哎，对，人可以去，礼金也可以准备，但准备多少就看命了。没错，只带礼金，其他没有。诸位，我已经找过督察院了。督察院那些青天啊，听闻此事那是愤怒不已啊！青天们说了，若小范大人敢恃强凌弱，他们一定血溅圣上，必除国贼。大家心里都有个底啊，安心去苍山。兄台，还是你想的周到啊！督察院的那些青天，真的愤怒了？怒不可遏，血贯瞳仁呐！这叫什么？各位，这叫喜从天降。是啊，范闲他真是昏了头了。他如今召集京都商贾，就是为了逼他们散尽家财，然后替自己补内库的窟窿。啊，这范闲竟然如此狠毒！对，这也并不是什么坏事。这范闲口口声声说查贪官，结果呢，他自己贪赃枉法。没错，那今天哪？各位，等苍山有了消息，咱们就一起参他。对，参他，一定要参他，参他。咱们必须要齐心协力，替大庆除了这个奸臣。对，除了这个出奸臣，出奸臣，参他。客人这拉肚赖你啊！哎，把这都给切了啊！切细点啊！哟，忙着呢。哎呦妈呀，哥哥，你可来了！你请那么些人来，我雇这么些人，人吃马喂，这不都得忙活做饭什么的？可以啊，你井井有条的。快，这得给你。这个说是什么叫贺宗伟啊？说让我送给你，还说什么那个现在督察院都盯着苍山这块地儿呢，说随时准备参你，怎么办啊？请柬都送到了。送到了，那些个商贾已经陆陆续续准备出发了，估计过不了多长时间就能到了。哎，妈，你跟我交一10几啊，你是不是打算劫他们呀？那不成山匪了？那咱怎么讹钱呀？不是讹钱，是让他们主动交钱。不是他们疯了，就是你疯了。算了，四叔，我们整好了。你在商贾之道上有天分。我把我琢磨这道理呢，跟你讲一讲，你看看行不行？不行，我还没说呢。什么道理也卖不来2000万两啊！你有没有认真思考过，什么是财富？肯定是你疯了。
掌柜，熊掌柜，来，行，哎呦，好几位都到了啊！马掌柜，刘掌柜，好，行，咱们走吧，我差不多也说完了，啊，时候不早了，准备出去接人。哎，哥，哎，你就打算这么着说给他们听啊？啊，你觉得怎么样？这是新的理念，也是重新解构了财富的意义。不太行。是我没表达明白，还是你没听懂？啊，你说的挺清楚的，我也听明白了，很了不起，也很震撼，但就是不行。为什么？哥，你了解财富，但你不了解京都。要按你这么说呀，我打赌他们肯定不会动心。所以呢？所以你就先说着，要是不成呢，你就叫我帮你说。你就这么有把握？但是你也得帮帮我啊！你稍微拖延一下时间，我得差人快马加鞭回京都拿到东西。行，时间肯定是能拖，那你要取什么？那可不能告诉你。谁也不能出钱啊！哎，诸位，各位，我们一定按之前说好的，谁也别拿钱，千万不出钱。拜托，拜托各位啊！记住，按之前咱们说好，拜托各位了啊！诸位，各位，我们一定按之前说好的，别动作。我们一定按之前说的，不能出钱，记住了。已经可以。诸位，哎，刚才那边嘀咕什么呢？哎呀，你告诉他们监禁立场啊！若小贩大人敢借新婚之名敛财，交点礼金就罢了，得要钱，我可没有啊，我可没有，我们都没有，对吧？哎，这大人怎么回事？这黑了，这看怎么回事？是啊，哎，来。大家好，幸会，我就是范闲。我知道你们此刻在想什么，所以我事先声明一下，大婚已经结束，今日不收贺礼。当然了，各位最关心的还是内库的亏空。这我话也说在前面，内库欠债，无论是于法还是于理，都应该我来还。若是如此，这还叫我们？我们不是白担心了？你仔细想一想，若真是这样，他把我们弄这儿来干什么？就是啊。才听，各位就又要疑惑了。既然这样的话，又何必把大家从京都请到这儿来呢？这红尘之中啊，每过一段时间，都会诞生一个超越时代的奇迹。这奇迹有时是人，有时是事，甚至有时可以仅仅是一个观念。观念是什么？观念大概就是个念头吧。念头。人生在世，若是能亲眼见证奇迹的诞生，又何尝不是一件幸运的事？所以我请各位来，就是想把这份幸运亲手的传递给各位，让各位都能亲眼见证到奇迹的诞生。哎，这是要干什么呀？哎，这什么呀？这是？说一下，让我进来。那位问得好，这奇迹该叫什么名字呢？谁问了？请看，没错，正是库债。库债是什么？库债？库债？谁的裤带？什么裤带呀？我说的是欠债，欠债的债嘛，是裤债。快！
我们见过。五竹叔，你找我哥？我找你。找我？对。现在所有人都在那个大房间里听范闲讲话，时机正好。各位，那么这库债又是何物呢？咱们顾名思义，库是内库的库，债是欠债的债。这所谓库债，便是内库欠债。怎么样？说了半天又绕回来了。回来。各位都知道，我名下办了个淡泊书局，这几日费了些力，把第一批库债给印出来了。这每一份债券，都代表着内库的一份欠债，数额和期限各不相同，而这数额和期限的不同呢，又对应着相应细则的不同。当然了，这些个细则我就不在台上赘述了，等下会书写成文分发各位。咱们就挑最重点说，拥有了它，就相当于你拥有了一份内库的欠债。什么是拥有欠债啊？就拿这张来说吧，这张是5000两，相当于你花了5000两，买得了内库的债主之位。表面上你是替内库还了5000两的亏空，实际上将来内库盈利之时会连本带利全部还给你。不仅如此，这债券可以交易，可以流通，甚至必要之时可以根据规则提前兑换。这谁不明白？这还是比我们拿钱补亏空吗？没错，2000万两的欠债都在这儿了，竞价出售，价高者得。怎么个竞价呀？意思就是你出了5000两，人家出6000两，这债权就归了人家。够狠的，不止2000万。那每个人最少买多少？自愿购买，先到先得，售完为止。还自愿，傻子才买。就是买吧。各位可能还要问了，那我花钱买了债券，补上了内库的债务，那我能得到什么呢？要想回答这个，就得回答最初的那个问题。在座各位都是经商多年，手段高超，我问你们一个问题：什么是财富？这个就是财富。哦，财富就是银子？自然金银都算。不对，金银只是衡量财富的手段，而非财富自身。什么意思啊？你刚才手上举着那块银子，大概1两？差不多。能换多少米啊？2担左右吧。上下多少有一些浮动，每天米价还得去米行看呐。也就是说，今日在我庆国，1两银子大约能换2担精米，这便是衡量的标准。小范大人，这说的不都是废话吗？我前些日子去了趟北齐，大家应该都听说过。大人威震北齐，自然是少年英雄啊，是吧？在北齐那边，1两银子只能换1担精米。你看，同样是1两银子，在北齐和在我庆国，价值就不同。北齐与我大庆交战，大败亏输，米价自然会涨啊。没错，兵荒马乱、天灾人祸都会影响物价的浮动。各位不妨想想，若是你们身在北齐，所谓的身家财富又剩几何呀？可是我大庆正值盛世，并无此忧啊。答对了。要不是你带我来这儿，我还不知道别院有这么个地方。我之前在这里住，所以很熟悉。你这次来怎么不找我哥？你怕死吗？当然怕。若为范闲呢？我哥怎么了？
要你保护他。我哥有危险。或许有人要杀他。那没事的，我哥身手可厉害了。再说他有护卫。都没用，不够强。人可不少。再多也是一样。这么强，到底是谁要杀他？我大庆国运昌隆、长久治安，正是维系金银价值的基石啊！所以啊，财富并不仅仅是指金银本身，更是与国运、国力息息相关。大家觉得我大庆国运如何呀？那自然是国运昌隆，军民臣贤。那就对了。这国运国力本就是维系财富乃至将来不断增长的重要底蕴。由此可见，我内库前景一片光明。各位，不妨放眼未来，若你们持有库债，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长远投资，稳赚不赔。还有这么好的事儿？那个，好啊！那个小范大人说的好啊！宇哥，你听明白了吧？我明白。小范大人一番话，如雷贯耳，醍醐灌顶啊！对。哎，各位，这小范大人什么人啊？这可是国之重臣呐！既在监察院，又掌管内库，啊，人家都开口了，你们大家都听不懂吗？哎，小范大人，您那个什么库债，我出2万两，就当给您大婚的贺礼了。哎呀，我小范大人为了内库亏空，尽心竭力，做了这么多，200两银子你也说得出口？大人，我买500两，现在就买。那我们大家都买啊！那我就300两。群情激昂啊！小范大人，什么欠不欠债的，我们这样都不用还，是吧？我买5000两。什么？5000两？怎么想的呀？你们是不是没太听懂啊？我懂了，国运系于大人一身，支持大人，责无旁贷。大人，您是没懂我呀？我捐5000两，看来是真没懂啊。换人，下半场。等一下，你让我理理。按你方才所说，你是说你在江南失忆，杀人无数？差不多。那有没有可能，杀人的不是你？有可能。那就没事了。如若真有这么一个人，他的战力也该与我相近。冒昧问一下，你是什么战力？能打大宗师。你要我保护我哥，去抵挡一个大宗师？不是抵挡，是杀了他。杀一个大宗师，也或许是杀我。兀竹叔，我没练过武。我知道。一个普通人怎么可能抵挡大宗师？人改变世界，靠什么？勇气、智慧、美貌。还有工具。这是留给我哥的，怎么会在你这儿？是我拿出来的。偷的？如果我连自己都不再相信，我需要找一个人替我保护范闲。这里面的东西能伤害大宗师？来，走。怎么换他了？这时候来。诸位，
饭菜都还可口啊。有什么不爱吃的，您跟我说，我让他们稍微给各位编排一样。这谁呀？好像是犯死者。他不是犯错了，不在京都吗？找死吧你！在这儿呢。哦，不认识，不认识。行，放这儿就行，下去吧。首先做一个自我介绍。我本人呢，也是一个非常痴迷于经商的小晚辈。听说今天这边啊，商贾云集，来了很多大前辈。本来呢是想和前辈们交流一下经验，但是真没想到啊，我哥，我国著名的小范大人，刚刚这一席话呀，真是醍醐灌顶，可谓是一语惊醒梦中人，说的实在太好了。也不知道小范大人这个脑袋，他这是怎么长的，里头装的是什么，怎么能想出这么多的点子？他这么一番话呀，他讲财富啊，可能不仅仅是金钱这么简单，而是国力，是国运，乃至于延展到很远很远的地方。这句话讲得太好了，真是让人受益匪浅。我觉得呀，大家还是应该多多的思考思考，研究研究，没准儿就能发现一片崭新的天地。我等已然是振聋发聩，已经非常感动了啊！还可以再震一点，再感动一点。刚才小范大人向大家提了一个问题，那我一个晚辈也斗胆向各位问一个问题。你请说。那我就问了，这内裤到底是何人的产业呀？自然是皇家的产业。皇家的产业，那内裤的钱是谁的钱？那便是皇家的钱。那内裤的债务，那自然也是皇家的债务。说得太好了。那您各位想一想啊，如果您各位把这裤债买到手，是不是就相当于为皇家分忧了呀？咱往好听了说，谁买了裤债，谁就是为圣上分忧。稍微说句大不敬的话，别出去传去啊。那您各位买了裤债，那不就是皇上的债主子了吗？是不是？还可别说是我说的啊。所以您各位好好想一想吧，买了裤债，出去再做生意，别人会怎么想啊？同样的买卖，他是找您，还是找那个没有买裤债的人啊？所以这裤债就是给各位的底气。有道理。要这么说，是这个意思啊。阁下所言极是，裤债一事是小范大人奇思妙想，所谓人存证据，小范大人这般风采，谁不敬仰啊？啊？您说，人存证据？人存证据，人亡证息。各位是怕，如果我倒了，我说过的话就不算数了。还请小范大人解惑。别问我，问他，后半场全看他的。好，这个问题问得好，小范大人回答的也好。人存证据啊，人亡证息，什么意思呀？人要是没了，那你说这债找谁去呀？说句不好听的话，小范大人万一哪天要是倒了台，那各位扔进去的钱，那自当也是打了水漂了。这句说的对。各位不要着急，你们请看。想必大家伙也知道，是吧？前段时间小范大人大婚，当今圣上御笔手书了4个大字送到了府上。我就问一句：京都这么多家名门，哪一位在成亲的时候，皇上亲自手书送了1块匾？有吗？没有。小范大人独一份儿，独一份儿。我再问问，这4个大字怎么念呀？百年好合。什么叫百年呀？100年，少1年99年都不能算是百年。这4个字就是当今圣上和小范大人之间立下的契约。
是皇上对范家的信任，也是诸位在日后能够更上一层楼的机会。大家好好想一想吧，过了这村儿，可就没有这店了。等到下一次能和皇室攀上关系，可不知道是猴年马月了。来人呐，把匾请回府上。多谢诸位。诸位，该说的、想说的，我们俩都说完了。天儿也不早了，想赶回京都，怕是有些晚。各位要是不嫌弃，就在苍山暂住一晚，明天再回城。关于库债的事儿，我说话算话，售完为止，全凭自愿。没锁吗？之前有，已经开了。这怎么用？缺少一根主件，把它们拼合起来才是全貌。主件拼合起来，怎么感觉像是火铳？武周叔，火铳不行的，既费事又瞄不准，比不上弓箭，伤不了大宗师。可以。世上还有这种火铳？不一样，小姐带出来的。哪儿带出来的？回去。什么呀？我看这帮商贾都往那个外边撒鸽子，我不知道是啥，我说拿一看看。是不是给京都传信了？山上的事儿，得让京都的人知道。那为啥呀？这个他们自己不就是老板吗？那买不买库债自己还说了不算。无根之木，岂能立足？你的意思，他们背后都有根？废话。那我把它放了。你这就不许拉他了，你这。范司者，你还真行啊，还能上台说话。那可不，姐，我这么跟你说，范闲那套厉害归厉害，我都没听说过。但你得这么想啊，我要是都没听说过，那帮商贾们能懂吗？啊，你说范闲拽那些个词儿，什么国运吧，又财富吧，那商贾们根本就不明白，能打动他们的就俩字儿：皇室。你还得意起来？那不该我得意吗？说得意吧，其实还欠点什么，反倒是有点担心。担心什么？我本来以为啊，把皇上一搬出来，他们吓得就把钱全交了。那可是你说，要是把消息传回京都，怎么了？库债这事儿前所未有，我怕他万一，他要是触犯国法可怎么办呀？那没事儿，那就好。下半场是你说的，军务戏言也是你讲的。要真出了事儿，拿你交差不就完了？啊！还不能憋着这个呢吧？我可是帮他呀！哎呀，我这不能，绝对不能。我们俩现在关系还不错。对，肯定不会。库债嘛，怎么能算犯法呢？当然算了。什么库债？我大清立国以来，从未听过此种事物。这逆子胆大包天，还什么分担皇室债务，属实荒唐，国法难容。正所谓子不教，父之过。要我说，先把范闲押回来，然后我这尚书也抹掉。家风不正，没脸做官，回儋州养老算了。
沈院长，别睡了。你在发火，喊我做什么呀？库债这事儿，你总得有个看法。我看不了。瞎了。内库财权不在监察院的监管之内，管不了。没说内库，说库债。新鲜，没听过。确实新鲜。库债一事，自古就未听过。依照大清的律法，也没有库债这一条啊。可若是治罪下来，也无法可依呀。这新鲜事儿，二哥怎么看呀？回太子的话，臣现在还在闭门思过，没陛下召唤，连门都不敢出，更别提善论朝政了。哎，说说无妨。无法可依，无理可循，但凭圣才而已。诸位都到了，请随我来。哎，陛下在哪儿啊？不知道。不知道，那你带我们去哪儿？后花园。深更半夜后宫花园，做什么？班花。侯公公，哎，你确定这是陛下的旨意？范大人，老奴有天大的胆儿，也不敢假造陛下的口谕呀。这是闹的哪一出？哎，啊，就是班花儿。就咱们几个人吗？您吓人呢？陛下早就有旨意，这一片啊，不许宫内下人靠近。哎，范大人，您辛苦。这赏菊大会每3年举办一次，之前都是在悬空庙吧？确实如此啊。这也不是什么珍贵的花，为何让我们亲自送过去啊？陛下喜欢啊。陛下是想告诉我们，这赏菊大会啊，他很重视。那为何要在此时告诉我们这些呢？我记得往年的赏菊大会不是这个时候啊，改期了啊？改到何时？就在近日。改的什么日子，还要再等等。等什么？等小范大人从苍山回到京都。啊？这赏菊大会为何要等范闲回来呀？陛下是这么说的。也就是说，陛下重视赏菊大会，但何时召开，要等范闲回京都。殿下，您说的没错。陛下是想提醒我们呀，赏菊大会重要，范闲更重要。会不会留在京都没有带出来？我亲手拿下马车放进房间的，这么大个箱子，怎么可能说没就没呢？箱子里是什么？神庙里的东西。神庙里带出来的，神兵利器吗？如果佩奇确实是绝世神兵，缺东西，主体没了，其他东西一样都没有少，唯独少了一个箱子，那说明对方至少知道它是什么。知道这东西的人可不多。谁？
大人，那有人。好身手，我都没察觉。走啊，守好板儿。是。吃。哎呦，哎呦，京统领，哎，你们不是回营了吗？飞骑军令守在苍山，保护提司。影子，王启年挺警觉啊。闹了半天全是检察院的，你们跟这儿团建呢？何谓团建？我们家新词儿多，你习惯一下就好了。哎，老师啊，您怎么来苍山了？不是你在这儿吗？小范大人，你是不是丢东西了？你在我门口偷听。我觉得是武大人。什么意思？他一直暗中跟着你，就是想跟武大人交个手。小范大人，你得了武大人的亲传，我们两个交手也是未尝不可呀。别动啊，动我就毒死你。那没事了是吧？啊，应该是没事了。走，就当我们不存在。那你也当我不存在。神神秘秘的。走吧，老师，都到苍山了，上我那儿吃宵夜去。哦，错了，这边。哎，等会儿，我跟你说个事儿。我去江南追查一个杀人案，凶犯到了京都之后，又找不着人了。两种可能，要么就是武大人，那另一种可能呢？有人把这个凶犯在京都给藏起来了，连检察院都查不到痕迹。当然，有这般手段，京都能有几个呢？啊，这也是线索。来苍山，给你待几天。这案子透着诡异，回京都就朝着这路子往下查。我本来想有了结果之后再见你，我在暗处。不是，哎呀，你媳妇那肺痨啊，让你给调养的差不多了。回去之后呢，一天一粒，药吃完了，病根就除了。百年好合，陛下想看，我也想看。要不您告老吧，我养您。胡说八道！我认真的。行了，把宗师隐藏在京都，我要是不把他挖出来，我寝食难安。老师，哎呀，别唠唠叨叨吧，赶紧给我生个徒孙儿。长大了，我教他用毒。回去了。那您答应我，别玩命。放心，我比你怕死。五竹说：“箱子是你拿了？跟我来。你一直坐在这儿就没人发现你？也是。
你是谁呀？叔，影子好像对你很感兴趣，一直想跟你交手。没兴趣。叔，你到底在找什么？这里边有东西。小姐当年苍山住过。我娘藏的，本来该毁了，就像这箱子。这是我娘亲自毁的，为什么？遵循法则，超越时代的物品不能留存。谁的法则？神庙的？应该是。应该？忘了。既然这样，干嘛不全毁了？他又为什么留下这3个？超越时代的物品，不能留给这重启的世界。历史进程不该被影响。但你不一样，你是个错误。错误？你既是这世界的人，同时又源自过去。你是错误，是故障，是未知变量，也是逻辑漏洞。这是小姐原话。所以我那些记忆，难道是来自神庙？不知道，我只是复述。小姐留给你的是一线生机，修好它，你拥有扭转命运的3次机会。怎么修？去江南，去3大坊。这3大房就是内库的根基。这谁不知道？内部前生根基就是3大房。往年那些新奇货物，都是从江南出来的。我问你们，3大房如今在谁手里啊？当然是江南的名家呀。名家向来以长公主马首是瞻，他们真能把3大房交出去？名家即便是富甲江南，也不能抗旨吧？抗旨是肯定不会。交什么？怎么交？这都是讲究。你我都是做买卖的，这还不明白吗？这么来说，范闲接管内库，前景不明啊。没错，咱们可千万不能让他给骗了。这万一买了什么库债，他将来拿什么还呢？所言极是，绝对不买。那咱们睡一觉就走。谁买谁是王八。对，谁买谁王八。